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本特别的书《商君书》。这本书在几千年的历史里，既是禁书，又是宝典。老百姓不能碰，民间流传是犯法的，抓到就得治罪。可在皇帝手里，它却像一本秘籍，被翻来覆去的研究，当成宝贝。为什么这本书这么特殊？因为它不骂人，不讽刺，表面上文绉绉的，可读完后却让人感到害怕，背脊发凉。他的作者商鞅，把普通人看得一文不值，认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可以随便摆弄的棋子，没啥大用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还给皇帝们出了一套具体的操作手册，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管住老百姓，让你我服服帖帖。从秦朝开始，这套方法就像种子一样，种在人们心里，慢慢长成了盲从和奴性，根深蒂固，砍都砍不掉。今天就带你们翻开这本千年禁书《商君书》，看看他到底说了啥。商鞅是战国时秦国的改革家，这本书是他思想的集合，核心就是讲皇帝怎么治国。他的想法简单直接，国家要强，老百姓就得弱。人民厉害了，国家就虚了，像个空壳子。想让国家硬起来，站得住脚，就得让人民软下去，软到没脾气。怎么软？他给了5个招数：愚民、弱民、贫民、疲民、辱民。这5招环环相扣，招招往老百姓身上招呼，厉害的让人啧舌。想知道这5招怎么把人管得死死的？赶紧点赞收藏这个视频，我们一起挖挖这本书里的门道。愚民，让老百姓不爱思考。商鞅的第一招是愚民，就是要让老百姓变得糊涂，没自己的想法，只会听话干活。他觉得普通人活着就干2件事，和平时种地浇粮，战时上战场拼命。别的，比如想问题，问为什么，都是多余的。他有个有名的故事，叫立木为信。在秦国都城南门，他让人立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，说谁能搬到北门，就给50两金子。大家觉得这事太简单，不信会有赏。结果有个人真扛过去了，商鞅马上给了钱。这事听着挺直白，可仔细想想很吓人。商鞅故意弄个没道理的任务，不是为了证明他说话算数，而是想告诉大家，皇帝的话哪怕再荒唐，你也别问，直接做就行。他要的不是信任，是服从。他希望老百姓以后听到命令，第一反应不是这合理吗，而是赶紧干。这招真狠，把人的脑子直接关了。为了让老百姓彻底不思考，商鞅还做了更绝的事。变法刚开始，有人说新法不好，有人说好，他把2拨人都流放了。后来没人敢开口了。根据《史记》里的记载，不管你批评还是夸奖，只要议论政策就得走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皇帝定了规矩，你没资格说话，连说真好都不行。最终老百姓对政策只能全盘接受，不敢想对错，真的成了盲从的机器。他还不让老百姓读书，礼乐诗书这些经典，他说是有害的，列为禁书，管他们叫六事。他觉得人读了书，知道多了，就会乱想乱干，所以他干脆把书禁了，还不许读书人教书，把知识的路全堵死。没文化的老百姓自然不会怀疑，只会老老实实干活。商鞅这一招就像把人的眼睛蒙上，让你啥也看不到，只能听他指挥。这招管用吗？在秦国确实管用，老百姓不问不想，国家效率高得吓人。可问题也来了，这种人管得了一时，
管不了一世。秦朝统一后，老百姓太听话，连暴政都不敢反抗，最后秦二世就没了。今天想想，信息被控制，不让人发问的社会，是不是有点像商鞅的影子？弱民拿走反抗的力气。商鞅的治国思路很清楚，光管住老百姓的脑子还不够，还得管住他们的手脚，这就是他育民武术里的弱民。他认为，老百姓要是有了反抗的本事，对国家就是威胁。国家的武力再强也有上限，朝廷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把刀架在每个人脖子上。所以商鞅想了个办法，让老百姓彻底变弱，弱到连翻天的念头都不敢有。当时没有枪炮，铁器和铜器就是最厉害的武器，像刀、剑、矛这些东西拿在手里就能打仗。商鞅看得很明白，要让老百姓老实，就得把这些危险的东西从他们手里拿走。于是他下令，除了种地用的锄头、镰刀，家里不许有任何铁器或铜器，普通人连把像样的刀都不能留。这招到了秦始皇手里，变得更狠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里记载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觉得光靠法律禁武器还不够，干脆来个大动作。他下令全国收缴兵器，不管是军队剩下的还是民间藏的，全都集中起来，熔成12个巨大的金人，每个重达几十万斤。这么重的家伙，别说老百姓搬不走，连看一眼都觉得喘不过气。这不只是收武器，更像是个警告，你们手里没东西了，朝廷手里可全是家伙，谁敢乱动试试看？可商鞅的弱民不光是拿走武器那么简单，他还想震慑人心。没了自卫的工具，老百姓面对官府的刀枪，只能低头认命。秦国的法律特别严，私藏兵器不只是自己掉脑袋，连家人一块罚，爹妈兄弟都跑不了。你想想，谁还敢偷偷藏把刀在家？这种高压政策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，把人的胆子勒得死死的。商鞅很懂得怎么玩心理战，他知道只要你怕暴力，就不敢不听话。没了武力的百姓，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，爪子再锋利也没用，随便朝廷怎么捏，他们都只能趴着。这招在秦国用得特别有效。战国的时候，别的国家比如赵国、魏国，老百姓多少还有点血性，碰上不公的事可能会拿起家伙反抗。可秦国不一样，商鞅的变法搞了没多久，老百姓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手里啥也没有，朝廷的军队一来，刀光一闪，谁敢抬头？这种绝对的武力差距，让秦国在短时间内变得特别强。别国还在内斗的时候，秦国的老百姓已经被调教的只会听命令，国家效率高得吓人。商鞅的弱民术确实帮秦国打下了崛起的底子。不过这招看着厉害，用久了也有毛病。你能把人压下去，可压不住人的心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秦朝末年，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，老百姓手里连把像样的刀都没有，可他们愣是拿竹竿、木棍，甚至地里的农具当武器，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干起来了。这说明啥？商鞅的弱民术再狠，人被逼急了还是会拼。你拿走他们的武器，拿不走他们的血性。陈胜吴广那时候，秦朝已经把老百姓压了几十年，
可一旦有人点一把火，那些被压得死死的愤怒就炸开了。起义军没多久就打得秦军手忙脚乱，最后秦朝15年就没了。这不正好证明弱民只能管一时，压不住永远吗？再往深里想想，商鞅为啥这么执着于弱民？他其实很明白人的本性，人只要有反抗的资本，就可能不服管。比如战国早期，齐国、楚国这些地方，老百姓手里多少有点家伙，碰上苛政还能聚起来闹一闹。可秦国不一样，商鞅从一开始就掐死了这个苗头。他不光要你没武器，还要你不敢想反抗俩字。他用法律和暴力把老百姓的心理防线一点点拆掉。你家里连把刀都没有，天天看着官府的兵耀武扬威，时间长了，谁还敢动歪心思？这种策略真的是把人算计到了骨子里。但这也给秦国埋了个隐患，老百姓被弱得太彻底，连保命的本事都没了。朝廷一有风吹草动，他们就只能跑，或者干脆倒戈。秦末的乱局里，很多地方的百姓没帮朝廷打仗，反而跟着起义军跑了。为啥？因为他们被弱民政策弄得太惨，心里早就没啥忠诚可言。商鞅想着让老百姓服帖，可没算到人弱到一定程度，反倒成了朝廷的软肋。放到今天看，弱民的思路其实也有影子。比如有些地方控制资源，让人没翻身的机会，这不就是换了个形式的弱民吗？商鞅这招厉害是厉害，可他告诉我们，靠压人只能赢一时，真正长久的还是得让人服气，而不是怕你。弱民让秦国一时强，可也让他输得快，你说这算不算搬石头砸自己脚？贫民让老百姓穷得没想法。商鞅的育民武术里，第3招叫贫民，就是要让老百姓穷得只剩一口气活着。商鞅心里有杆秤，他觉得人要是吃饱了穿暖了，手里有余粮，就会偷懒，甚至动歪心思，比如琢磨怎么不听话，或者怎么给自己谋点好处。他可不希望这样。在他眼里，老百姓就得穷，穷到连想别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老老实实干活。所以他要想办法把老百姓多余的钱粮全抢走，只留给他们刚够活命的那一点点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他在秦国搞了一套税法，狠得让人喘不过气，把贫民这招玩到了极致。《汉书》里写得清楚，秦朝的税是怎么收的。不管你实际有多少地，朝廷给你定个数，你就得按这个数交税。收成好坏不管，天灾来了颗粒无收也不管，你该交多少粮食就得交多少，一个字儿都不能少。丰收了，粮食多点，朝廷说你得谢恩，多交一份表示感恩。碰上洪水旱灾，地里啥也没长出来，朝廷又说你得补亏，多交一份给国家应急。老百姓哪有喘气的机会？除了固定的田租和口赋，还有临时税，完全看皇帝心情，想收多少就收多少。你丰收了得交，欠收了也得交，天天忙着填朝廷的坑，家里哪还有余粮？可商鞅还不满足，光收税不够，他还得断了老百姓别的活路。他提出个口号，全民种地，别干别的。意思是所有人都得老老实实种田，不许干别的营生，尤其是做买卖。商业在他眼里是大忌，他觉得人要是做生意赚了钱，就不满足于种地了，可能还会有别的想法。于是他把商品税加到离谱的地步，比如酒肉的税比成本高10倍，你卖1斤肉赚的钱还不够交税的，谁还敢做买卖？市场上没生意可做，
老百姓只能缩回田里。他还禁了旅店，不许人随便跑来跑去，断了流动商贩的路。甚至山河湖泊这些自然资源，他也收归国有，不让农民去打鱼采药赚钱。山上的野果，河里的鱼，全是朝廷的，你碰一下都不行。他的目标很清楚，把你榨干，连家里最后一粒米都不剩。这一招真够毒的。老百姓要是穷得没希望，连抬头的精神都没了。你想想，天天累死累活种地，好不容易有点收成，全交上去了，家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心思琢磨别的？商鞅就是要用这种穷，配合他前面说的愚民，让你脑子空，心也空。你没文化，不会想为啥这么穷，你没钱，也没力气去改现状，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，只能按他画好的道，一代代走下去，永远翻不了身。这种办法很是狠，可也真管用。秦国靠这招很快就攒了一堆钱，国家仓库满满当当，军队打仗不缺粮，朝廷底气硬得很。但这招也有个大毛病，那就是老百姓的怨气也攒下了。你想想，天天被炸得没活路，谁心里没点火？只是平时穷得没力气发作罢了。秦国靠这个法子，短期内是强了。统一6国的时候，国库多得不得了。可老百姓呢？他们被折腾得太惨，连活下去都费劲。商鞅可能觉得自己算无一策，可他没算到，人穷到极点，不是永远服帖，而是可能憋着劲儿等着爆发。后来秦朝垮得那么快，跟着脱不了干系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，老百姓啥也没有，可一听揭竿而起，立马跟上了。为啥？因为他们被平民政策逼得太狠，早就恨透了朝廷。一点火星子就能把这堆干柴点着。再往深里说，商鞅为啥这么怕老百姓有钱？他其实很懂得人性。人穷的时候，只想着怎么活命，没空闹事，可有点余钱了，就会想怎么过得好点，甚至怀疑朝廷为啥老收这么多税。战国时候，别的国家比如齐国，老百姓做买卖的不少，手里有点钱，日子过得稍微松快，碰上不公平的事还能闹一闹。可秦国不行，商鞅从一开始就掐死了这个苗头。他要的就是你穷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更别提质疑他了。这种策略真的是把老百姓算计得死死的。不过平民这招也有它的极限。秦朝统一后，老百姓被炸得太狠，连基本的活路都没了。朝廷以为人穷了就老实，可没料到穷到活不下去，人反倒啥都敢干。秦末的起义军，很多人连鞋都穿不上，可他们拿着木棍就敢跟正规军拼命。这不正好说明商鞅的平民只能管住一时，管不住人心吗？放到今天看，有些地方靠压榨让人没出路，不也跟着差不多？可历史告诉我们，穷人不是永远沉默的，商鞅这招终究是给自己挖了个坑。疲民累得你没空抬头。商鞅的御民武术里，第4招是疲民，就是要用活儿把人累得爬不起来。秦国统一6国后，短短10几年干了一堆大工程，长城、阿房宫、直道、水渠，哪样不得征几十万人？修长城用了40万人，阿房宫70多万，修路修渠动不动就上万人。这些活儿可不是轻松的，老百姓没工钱不说，还得自己带粮食、带工具。朝廷一纸命令下来，你就得背着干粮，扛着锄头走，家里地没人种也得去。
被征的多是青壮年，一个家里的顶梁柱一走就是几年，运气好能活着回来，往往拖着一身病，运气差的直接死在外头，尸骨都找不着。民间有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，说一个女人听说丈夫被征去修长城死了，跑到长城边哭啊哭，最后把墙哭塌了，才找到丈夫的骨头。这故事虽是传说，可为啥能传下来？因为它讲出了当时老百姓的真实苦日子。修长城的几十年，死的人太多，多少媳妇哭丈夫，多少娘哭儿子，连个坟都没得立。商鞅这招疲民，就是要让你忙得喘不过气，连抬头看天的空都没有，更别提想别的了。他算盘打得很精，老百姓要是闲下来，可能就琢磨朝廷为啥这么对我，甚至攒点力气闹事。可你要是累得站都站不稳，哪还有心思管这些？每天睁眼就是干活，天黑才能歇口气，可歇下来连饭都吃不饱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，明天还得活下去。那些大工程看着威风，长城一修千里，阿房宫金光闪闪，秦国在外面抖起来了，可这些都是拿老百姓的命堆出来的。你累得半死，家里地荒了，粮食不够吃，朝廷还得催税，日子过得跟拉磨的驴似的，转来转去没个头。这种累法不光把身体拖垮，心也垮了。你天天忙着活命，哪还有力气问凭啥让我这么干？商鞅就是要用体力上的折磨，把你的精神也磨平。你扛着石头修长城，脚磨出血，手抬不起，晚上睡在冷风里，心里哪还有火气？朝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人累成这样，根本没空闹。秦国靠着招攒了不少威风，可老百姓呢？命搭进去不说，连家都保不住。那些青壮年走了，田没人种，老婆孩子在家饿着，等人回来一看，满屋子空荡荡，啥也没剩下。这招管用是管用，可也埋了雷。秦朝看着强，可老百姓被累得太惨，心里的怨气憋着呢。后来秦末一乱，陈胜吴广一喊，大家伙儿就跟上了。为啥？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累了几十年，啥也没落下，反正横竖是死，不如拼一把。商鞅可能没想到，他想让人没空抬头，可人累到绝境，反倒啥都敢干了。辱民，把人当牲口管。商鞅的御民武术里，最后一招是辱民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神打压，要把人管得跟牲口一样，连点尊严都不剩。秦国的法律写得明明白白，农民种地时眼睛不能乱看，耳朵不能乱听，嘴巴不能乱说，跟拉磨的驴没啥两样。你得低着头干活，周围有啥动静都不许管，想抬头看一眼都不行。家里养的牛要是瘦了，不是牛挨罚，而是你挨打，轻则鞭子抽得皮开肉绽，重则直接没命。牛瘦了怪你没喂好，可你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余粮喂牛？可朝廷不管这些，规矩就是规矩，犯了就得受着。商鞅还搞了个户籍制度，把人管得更死。他把老百姓编成小组，邻里之间互相监视，谁家有啥不对劲，得马上举报。发现了坏人不敢报，自己也得一块罚。你想想，家里连点私事都藏不住，左邻右舍都盯着你，像看贼似的。更狠的是，连夫妻朋友之间都得互相告发。丈夫干了啥，媳妇得说；朋友说了啥坏话，你得报上去。谁要讲情面藏着不说，全家一块倒霉。家里没私人空间，日子过得像被扒光了扔街上，谁还敢有自己的想法？他还不许人享受，音乐不许听，
跳舞不许跳，连件漂亮衣服都不许穿，全禁了。你想在家里哼个小曲解闷都不行，朝廷觉得这都是浪费时间。人活着就是工具，种地浇粮干活就够了，开心啥？商鞅就是要让你活得像个机器，没资格有感情。他把人的尊严踩到尘土里，你得低到不能再低，天天只想着听话干活，别的一点念想都不能有。这种日子哪还有人味儿？老百姓被管得跟牛马似的，拉出去干活，牵回来睡觉，连喘口气都得看朝廷脸色。这种社会就像一张大网，皇帝坐在中间，像个大蜘蛛，啥动静都跑不了。谁家吵架了，谁偷懒了，谁说了不该说的话，马上就传到上头。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，朝廷耳朵长得很，啥都知道。商鞅就是要让你怕，怕到骨子里，怕到连偷偷骂一句都不敢。他用监视和惩罚把人的心锁得死死的，你不敢抬头，不敢喘气，只能低头听话，日子过得跟行尸走肉一样。这招真够狠，把人管得没一点活气。可你想想，老百姓被这么压着，心里能没火吗？秦国靠这法子一时强了，可人不是真牲口，忍到头总会炸。后来秦朝一乱，老百姓一听有人喊造反，立马就跟上了。为啥？因为他们被辱民折腾得太惨，尊严没了，命也不值钱了，反正没啥好留恋，拼一把算了。商鞅想让人低到尘土里，可没算到人被逼急了，反倒啥都不怕了。商君书的后果与反思。商鞅的育民武术，愚民、弱民、贫民、疲民、辱民，真挺管用。秦国从个小国愣是靠这5招变强了，到了秦始皇手里，直接统一6国，威风的不行。可问题来了，秦朝咋才15年就没了？答案很简单，老百姓被压得太惨，活不下去就反了。商鞅想把人管成听话的机器，可他忘了，人不是机器，是有血有肉的。陈胜吴广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得简单，却像火把一样，把老百姓心里的怨气点着了。几十年的奴性压着，人性却没死透，一有机会就炸开锅。秦朝垮得快，不就是因为老百姓被逼到绝路，啥都不怕了吗？今天翻开《商君书》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历史，也照出人心。控制信息让人不思考，抢财富让人没活路，累死人让人没力气反抗。这些招数听着耳熟吧？历史上总有人学着用，从古到今都没断过。它提醒我们，一个社会要是没了独立思考，没了自由，离苦难就不远了。你看看秦朝，老百姓被管得服服帖帖，可最后朝廷还不是自己把自己玩崩了？现在也是，人要是有想法，有尊严，才能活得像个人，不然跟牲口有啥区别？商鞅的法子短期能赢，可长远看是给自己挖坑。我们得记住这教训，别让历史重演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